这是一柄重120斤的斧子，斧刃和斧柄通体由精铁打造而成，一斧砍下可瞬间将人劈胸破肚。江湖上还有一种武器可与之媲美，此种武器可一下击穿数名敌人。这二者联手究竟有多大威力？这个年轻的小伙名叫小福子。这日，他来到大师兄的地盘，嚣张的声称奉师傅之命来监管他。大师兄心思阴沉，不轻易表露，脱掉外套就要试试小师弟的身手。看他飘逸的动作就知道小师弟有师傅50成的功力，难怪敢这么嚣张。大师兄也不怒，反倒笑脸相迎，心中却盘算着小师弟刚入江湖，心思单纯，只要把他忽悠住就行了。就当师兄弟二人正在叙旧之时，江湖豪杰包少侠火急火燎的来访。原来他是来找大师兄的。江湖人都知道神偷严律人轻功极好，包少侠想请他跟自己走一趟，过一座悬崖上的浮桥去营救康王。交谈之中，包少侠发现屏风下有双脚，踢开才发现居然是敌军高手雷火。原来严律人贪图富贵，已被收买。眼见事情败露，当即抄家伙，杀人灭口。瞬间双方打作一团，对方人多势众，包少侠身陷苦战，赤手空拳苦苦支撑。小福子看出师哥不是什么好人，于是胳膊肘向外拐，扔兵器给包少侠。屋内的两拨人也终于分出了高下。院子这边有了兵器，包少侠反败为胜。雷火拿出火弹想要偷袭，他才不管与包少侠对阵的严律人。还好小福子眼疾手快，徒手接火弹，紧接着快速还给雷火，让他不用殡仪馆排队就直接火化了。解决完雷火，就是清理门户的时候了。小福子果断使出独门兵器，仅一个来回就将严律人击杀。严律人已死，包少侠却又担心起来，神头死了，还有谁能帮他渡桥救人？小福子安慰自己的轻功比师兄更高。故事发生在北宋年间，宋氏唯一有能力的康王为金兵所俘，以高迅为首的江湖侠客想要去营救。他们分成两批，同时乘竹筏渡河，不料到了河中央，才发现中了计。船夫竟然是金国奸细混江龙，对方也不否认，抄起铁锤砸向众人。这时早埋伏在水里的金兵跳上竹筏，双方当即大打出手，混战了起来。竹筏本就不甚牢固，摇摇晃晃，侠客们大都不擅长水面作战，幸好虽然不熟悉水性，但武艺高强，好不容易才将混江龙一伙打落水中。不料混江龙深谙水性，从水下偷袭，割断连接竹筏的绳索，瞬间竹筏散架，侠客们纷纷落水。众人落水只得上另外一条竹筏，一行人差点成为江底亡魂，好不容易才上了岸，进入旁边的小树林。惊魂未定的侠客们刚想喘口气，不料旁边的土堆里冒出来2名杀手。此兄弟二人正是江湖败类土木双妖，想来他们已被金兵收买。这时又冲出来一群小喽啰，顿时前有狼后有虎，呈两面夹击之战。一番苦战之后，终于干掉大部分杀手。高迅提醒大家，敌方管事万天魁负责看守康王的有金木水火土5大高手，其中雷火的独门霹雳火弹最为棘手。当日他们剩下的几人退守的村子里，跟驻守此地的曾堡主等人会合，还未等他们将情况交代清楚，雷火和金天神就带着人来围堵他们。双方都不需要开场白，直接就开战。金天神的一对大茶臼看着很是喜庆，但是杀起人来也是毫不含糊。雷火则用他的霹雳火弹四处纵火，面对敌人的强攻，侠客们无处可逃。战到最后，9人失手被擒。隔天这9人就被金兵押赴刑场，这也是为了震慑中原武林豪杰们。眼看9位爱国英雄就要斩首示众，包少侠带着江湖朋友赶来劫法场。虽说包少侠年纪轻轻，可武艺超群，一手神斧威猛霸道，炉火纯青，竟将金天神劈杀当场。看到这个阵势，老大万天魁果断开溜。包少侠想要乘胜追击，没想到万天魁埋伏了一队金兵在此，包少侠等人只好先上马撤退。夜里，高迅告诉包少侠，昨晚在牢中，一侠客已打探出康王被囚禁的地方，然而此地守卫森严，无法从正面进入。不过侠客知道一条很是难行的捷径，用指甲将地图画在他背上，按地图上的小路走的尽头，在2座悬崖之间有一座废桥。不过这桥年久失修，根本无法走人，只有轻功绝顶之人才能渡桥。当今武林只有严律人有此能耐。包少侠即刻出发去请神偷严律人，殊不知老谋深算的万天魁也没有忽略悬崖那边的弱点。此时得力助手金天神刚刚领盒饭，万天魁正在招兵买马，招来人手，于是派雷火去收买神偷严律人，同时又派杀手守在后崖进行埋伏，若是对方侥幸过崖，就出手击杀。这个文质彬彬的人就是神偷严律人。当年他拜名门正派高手为师，不料学成之后竟干上了偷盗的勾当，因其轻功卓越，得了个神偷的名号。赚得多了，索性开了个古董店当老板。这天，师弟小福子突然来访，给大师兄严律人带来了2个消息。
第一个消息是师傅已经去世，第二个消息是师傅不放心严律人，所以在临终前让小福子来监督他，以免他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勾当。随后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，小福子仗义的是提出帮忙救康王，并且把烈火的令牌拿到了手。与此同时，剩下的武林侠客们趁着夜色已经来到了悬崖边上的废桥边，眼看目标就在崖对面。其中一位侠客想要以身试险，看看轻手轻脚能不能过桥，谁知没走多远就跌入急流之中。第二个人见状并不信邪，以为是速度太慢，准备快速冲过去，不料竟也掉下去了。接下来还有不怕死的打算继续上，结果显然还是跟前面两人一样。见状，剩下的三人也终于息了心思。不久后，三人等到包少侠和小福子，几人觉得先休息，养足精神再动手。天刚亮，小福子就甩出兵器试探了。评测结果就是无人能从桥上过去。小福子拦住了要以身涉险的包少侠，包少侠觉得不甘心就这样放弃。不过也有个好消息，桥面虽然无法承重，可是不代表桥墩也无法利用了。轻功卓越的小福子在前面开路，甩出兵器勾住桥墩，纵身一跃，通过兵器绳荡了过去。打起精神，这桥墩果然没有坍塌。小福子选了最粗的桥墩绑住绳子，悬崖上的几人接住绳子并稳定住。打头的首先是高迅顺着绳子过来，然后是两兄弟一前一后的过来了。包少侠断后，也轻轻松松的汇合了。小福子接下来按照同样的方法前进，余下的四人照做。眼看五人就要过桥，埋伏在对面的杀手们冲了上来。然而小福子不仅轻功高强，武艺也不弱，不过几招就将杀手团灭。就这样，五人终于成功上岸。面对宅子射出的箭矢，几人先行躲避。几人在不远处发现宅子的另一入口，桥是过来了，但是金兵也已经惊动了。小福子倒是聪明的想出了很多办法，想办法混进去，然后从里往外攻出。然后评估了一下万天魁的武功，包少侠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他。万天魁手下5大高手现在已去其次，只要能混得进去，那就容易多了。毕竟令牌也不能白拿，不是？高迅则有个有去无回的任务给到他，然后小福子押着包少侠去了金营，说是奉雷火之命将包少侠给带来。小福子见到金国太子，依然演技在线，太子却不按套路出牌，让全部拿下。见此情形，小福子只能请出道具，可谁知金国太子笃定雷火已经遇害。此时高迅赶到，开始大打出手，骂小福子借着包少侠来跟金人邀功，然后挥舞兵器要上前杀了他。满是金兵的大营里，高迅又能撑多久？很快便被挑下，倒在地上一直翻滚。再次站起来的他早已满身血污，他撑着最后一口气演好他的配角。小福子心有不忍，可也得狠下心来。金国太子对包少侠的身份存有疑虑，小福子提醒他，万天魁认识包少侠。于是金国太子带着他们去见万天魁，小福子还是那套台词，套了万天魁。包少侠自然没有假，万天魁很开心，然后包少侠就被松了绳子上前开打，小福子自然也是不能闲着，打喽啰。包少侠武功高强，不过对方人手众多，搞得他总得去分心对付那些小虾米。终于让小福子逮住机会挟持了太子，顺便还送万天魁这走狗去领了盒饭。小福子挟持着太子让他们住手，随后二人让金国太子带路找康王。眼见小福子留在地上的血渐多，太子抓紧机会策反小福子归顺他们。小福子自然不是他师兄那等人。此时包少侠带着康王赶了出来，他们让太子吩咐下去，快给他们备马。几人在金兵的包围下慢慢往外走，毕竟太子在手，这点底气还是有的。很快几人上了马，快速往外逃去。有太子在手，行动起来就是方便。这边兄弟二人已经准备好了逃生木筏，可谁知竟然遇上了混江龙等人的埋伏。兄弟二人如何能敌得过这一群人？毕竟混江龙等人都是练家子。很快两兄弟就被混江龙给送走一个，剩下的那个也被他们给乱箭刺中。此时包少侠几人骑马赶到了此处，他坚持到包少侠到来，这才放心倒下。此时小福子也因失血过多，身形不稳。混江龙等人简直就是打不死的小强。金国太子此刻都没忘了劝降小福子。包少侠一个人对战混江龙的大锤，不料一时大意放走了一个小喽啰。此人趁机偷偷上前想去刺杀康王，小福子冲上前去解决了他。不料太子趁机骑马逃走。眼见周围已经包围了大批的弓箭手，此时包少侠终于将混江龙解决掉了。小福子让康王二人先走，他来断后。即便包少侠提醒他此举非死不可，可是他想得很透彻，人总是要死的。然后一个人向着大批的金兵冲去，一个聪明且武功高强的少年，却甘愿为了国家的希望勇而赴死，这也许就叫做小人物的爱国情怀吧。包少侠并未马上离开，他也在奋勇杀敌，可能他是想帮小福子分摊一些压力吧。小福子为了让他们快些离开，杀上了桥，然后用他的武器一下刺穿金兵数人。小福子最终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换取了宋氏王朝最后的希望。这部《双侠》上映于1971年，由张彻导演，狄龙、姜大卫等人主演。这部影片不仅没有女主角，没有女龙套，甚至连一个女路人都没有。这是关于一群智硬的侠客要救一个傻子似的家伙，最后害死了一个全剧最智勇双全、人见人爱的俊朗少年的故事。好了，本
本期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